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项正在中国引发热议的新政策——社保强制征收。官方宣称这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未来退休生活，但许多人却开始怀疑，这究竟是在养你，还是在榨干你？中国政府自2025年9月1日起，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强制缴纳的新规定。过去，很多小企业和员工之间都有一种默契，可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。比如员工同意不参加社保，老板就发更多现金工资，双方到手的钱都多一点。但新规一出，这样的私下协议全部作废。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解释，任何协商放弃社保的约定都属无效。也就是说，公司必须给员工上社保，员工也别想自愿不交。如果企业被举报未给员工缴社保，将面临重罚。对许多习惯不缴社保的小微企业和餐饮店来说，这无疑是一记重击。现实案例很能说明问题。有家北京的包子铺老板最近在网上哀叹，新规实施后，他可能撑不下去了。本来小店利润就薄，如今得为店里5名员工缴社保，每个月增加将近1万元的成本，店员月薪约5000元。但北京从7月起规定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是7353元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员工工资没那么高，社保也得按7353元来算。每位员工每月公司要替他缴将近2000元，员工自己也要扣掉几百元，5个人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老板苦笑说，他自己当老板这些年都没交过社保，现在一下子让他每月拿出数万来交，实在拿不出。员工呢，其实很多也宁可要现金，不想扣那780元。你要真扣了，他到手工资少了一大截，很可能就不愿意干了。可是不交不行，以后员工翻脸去举报更麻烦。附近其他小店也是一片愁云惨雾。一位理发店老板坦言，全都给员工上社保是不可能的，先观望别人怎么弄吧，月底再说。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全国各地许多小商家中上演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年轻人也纷纷吐槽这项社保强制令。有人总结出了当下的无奈心声，不是我需要社保，而是社保需要我。意思是，社保本是为了将来养老，但现在看来，根本是社保系统急缺年轻人的钱来输血。对很多在经济下行、工作不稳定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宁愿拿到更多现金来应付房租和日常开销，不想为遥远的退休金买单。毕竟房租可能已经吃掉他们一半收入，社保反而成了一种奢侈。有人调侃道，你以为社保是福利，其实是税收，用另一个名字收的税。还有人一针见血指出，社保等于强制税收，只是换个名字而已。本来社保应该是国家给予公民的保障，但如果变成所有人都必须掏钱交，那它在许多人眼中就不再像福利，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课税。新规发布后，一度出现了冲塔现象，有数万网民涌入国务院官方网站的留言区，群情激愤地要求退出社保。大家怒骂，这根本不是什么保障全民的好政策，而是变相逼大家交钱。甚至有人在政府网站上高喊我要退保，表达强烈的不满。短短几天内，官方留言板上堆满了要求取消强制缴费、质疑政策的帖子。可见这道看似为全民着想的新规，实际上引发了普遍的恐慌和反感。有网友把9月1日戏称为社保大限，仿佛这天一到就是中小企业和年轻打工族的生死线。那么政府为何要在此时强推全民强制社保？背后的经济压力其实早有迹象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中国社保体系的一些基本情况。中国的社保主要包括所谓五险一金，五险指养老保险、退休金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。一金则是住房公积金。对一般上班族来说，养老保险是其中份额最大也最受关注的一项，因为关系到退休后能领多少钱。按照现行规定，养老保险通常要缴满15年，退休后才能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。未来还准备逐步延长到缴满20年。缴费时，公司要为每个员工缴纳其工资的约 20% 作为养老保险金，员工个人再缴 8%。 这样扣下来，不管对公司还是对个人，其实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而且其他几种保险加起来，企业总共可能要为员工工资额外付出数十的成本，劳工个人
也要拿出工资的1成左右交给社保。如果公司财力雄厚，员工工资高，交这些钱问题不大。可对于利润微薄的小店和挣扎在生活线上的普通人，社保费用的比例之高，足以让人吃不消。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参保率一直不高。根据官方统计，2024年中国全国就业人数大约有 7.34 亿，但其中缴纳了完整社保的人数大概只有 2.46 亿人，占总就业人数约 33.5%。也就是说，只有1/3的劳动者真正全额参加了社保。换句话说，有超过1半以上的中国打工者，要么处于无社保状态，要么只缴了1-2种。比如有的农民工可能只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新农合医保，其他都没有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参保？原因刚刚也提到了，用人单位和劳工双方都嫌社保贵。在经济景气时，企业或许愿意给员工缴社保，当作福利留人，但当经济下行、竞争残酷时，社保费用就成了能省则省的开支。许多小企业、餐饮店干脆跟员工商量，我多给你点工资，你自己负责以后养老，我们现在谁也别交社保，省下来大家均分。员工当下拿的钱变多了，也乐得同意。一时间，弃缴社保换现金变成了默许的常态。法律虽然规定社保是强制的，但只要没人举报，劳资不争议，监管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一些地方政府何尝不知企业经营不易，默许一下可以减轻企业负担，维持就业和税收。不过这种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如今被打破了，社保新规等于关上了钻漏洞的大门，再也不能透过协商逃避缴费了。官方此时痛下决心，其背后有更大的隐忧。中国社保资金的收支压力日益加剧，如果把社保基金比作一个池子，这池子里的水正在面临枯竭风险。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，每年新增的退休人口超过2000万，而年轻劳动力的增长却在放缓甚至萎缩。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出生率低迷，未富先老的局面凸显。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，简单说就是当期年轻人缴的钱用来发当期老年人的养老金。这有点像一场接力赛，也有人形容近似庞氏骗局的资金池模式，一代人养上一代人，仰赖不断有新血轮加入才能维持。上一代人在工作时缴的钱，其实大部分已经用来供养更老的一代了。等到这一代人老了，就得靠再年轻的下一代来供养。只要人口和经济保持增长，这种安排问题不大。然而目前中国正面临倒金字塔人口结构，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比重越来越小，这意味着未来每个年轻人要养的老人更多，社保基金的支出将持续攀升，而收入增长却赶不上支出。近年来已有许多迹象显示，社保基金紧绷到紧平衡状态。一方面，中国社保基金每年都有投入资本市场增值，官方声称投资回报率不错，但另一方面，庞大的养老金发放和其他社会保险支出使很多地区早已入不敷出，不得不靠政府财政补贴来填补缺口。根据公开资料，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虽然实现了一定收入增长，但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补贴撑着场面，实际缺口远比账面数字难看。早在2019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发布报告警告，当期养老金结余可能很快首次出现负数，到2035年，累计的养老保险结存资金可能完全耗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采取措施，再过10来年养老金池子就见底了，这无疑是让决策者睡不着觉的危机。试想一下，当如今20-30岁的年轻人到了退休年龄，却发现自己缴了一辈子的养老金，账户是空的，甚至领不到钱，那将是多可怕的社会问题。所以政府现在急需想方设法延缓养老金亏空的时间，强制扩大缴费人群就是官方当下不得不祭出的办法之一，把过去漏网的劳动者都拉进缴费池，多一分钱算一分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招有点像饮鸩止渴，暂时往池子里注点水，却可能带来更大的副作用。首先，强制征缴对最困难的群体打击最大，大企业和高薪白领本来就遵守缴纳社保，受影响不大。真正原来不交社保的是谁？
小微企业和他们雇佣的大量廉价劳动力，比如城里的小餐馆、小商贩、路边摊，以及灵活就业的农民工、快递员、外卖骑手等，他们赚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，如今却被硬生生抽走一部分。对企业主而言，这笔开支可能直接决定生意是赚是赔；对打工者而言，每月到手少了几百块，房租都交不起。很多小店老板别无他法，不是降工资就是裁员，否则只能关门大吉，这就会导致失业率上升。年轻人找工作本来就难，如果一波小企业倒闭潮出现，势必让就业雪上加霜，而失业增加又会反过来让社保收入减少，失业救济支出增加，反噬社保基金。所以一些评论指出，政府此举无异于舍本逐末，在经济下行期抓普通人开刀，是在拿实体经济和小老百姓做代价。事实上，不少网友把这次强制社保直白地称作人头税的翻版，意思是现在雇一个人就得为他交一笔钱，无论你赚不赚钱都跑不掉，这跟向每个人头收税有什么区别？有企业主苦涩地说，这就是另外一种税，只不过打着社保的名义罢了。在他们看来，政府是不愿削减自身开销和既得利益，转而把财政压力转嫁给企业和百姓。尤其讽刺的是，一些大型平台企业表面积极响应政策，为所有员工缴足社保，还被称赞履行社会责任，但小企业哪里玩得过这些巨头？有评论指出，大公司有资金撑腰，短期亏得起，还能借机抢走市场份额。比如有大型网购平台办起连锁餐饮，用缴社保这点正义之举，把周围的小吃店逼倒，最后市场被他垄断，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。这种与民争利的结果，让很多人感到愤怒却无奈。更让年轻一代不满的是对未来的信任感流失，强制他们掏钱，但能否保障他们将来真的领得到养老金，许多人是半信半疑的。网上充斥着这样的担忧，缴了5、6年社保了，现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缴，因为交的钱现在帮不了我自己，也未必保障得了未来的我。一些上了年纪的退休族或公职人员可能会劝年轻人，现在不交，老了哪有保障？可年轻人心里清楚，如今社保基金捉襟见肘，自己将来能不能安享晚年，恐怕很难寄望于这个空账运转的系统。所谓空账，就是很多人的个人账户里名义上有钱，但实际上早被挪用支付给现有退休者了，账上已经没多少实钱在为你存着。有人直言，在这个空账时代，我养的是谁的老？将来又有谁来养我的老？这种代际间的焦虑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强烈。谈到公平性，社保新规更是刺痛了一些人的神经。许多网民开始质疑，现在让普通劳动者勒紧裤腰带，补贴养老金，那真正得利的是谁？有人指出，体制内退休人员，如过去的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人员，拿着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退休金，而这些钱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整体的缴费。比如今年网络上一篇火爆的文章讲到，一位89岁高龄的爷爷，从前是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，每月退休金高达 1.7 万元，这相当于他家乡普通人3个月的工资。于是儿子孙子全家围着这位老爷子转，视他为全家的经济支柱，因为爷爷每多活一天，就为家里带来566元收入。这虽然像调侃的段子，但也反映出现实中确有相当数量的高退休金群体。据一些分析，全中国每月领1万以上高额养老金的退休人口可能有数百万之多，他们当中不少人年轻时代并没有缴过多少社保，计划经济年代压根没缴过，养老金完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，却在晚年拿着令人羡慕的优渥待遇。反观如今的年轻工薪族，收入不高却要按高比例缴费，将来能领的养老金又未必有多慷慨。如果还不改革那些养尊处优的高福利，一味向普通人开刀，社会如何能认为这是公平的？甚至有网友把目光投向了台湾的经验。前些年台湾也面临退休金破产危机，2017年时政府痛下决心推行年金改革，硬是把军公教人员的优渥退休待遇砍了一大截。虽然过程中遭遇大规模抗议，但最终撑过阵痛，让整体年金制度更加可持续。中国网友感叹，或许应该向台湾学一学，别总是让小老百姓和小企业为社保困境埋单。
体制内该改革的高福利也应该动刀。当然，真要动那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蛋糕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目前看来，当局显然更倾向于用行政命令把全民都拉进来分摊，而不愿触及体制内的敏感利益。面对种种质疑，官方可能也意识到需要综合施策来解决问题。延迟退休是另一个正在推进的举措。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偏低，男性60岁，女性干部55岁，女工人50岁。在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今天，许多人工作到退休还很健壮，领退休金却可能领20-30年甚至更久。为了减轻养老金发放压力，政府已计划逐步提高退休年龄。例如，未来几年可能每年将退休年龄延后几个月，以一种慢爬坡方式让年轻一代工作更久，晚些拿钱。但是，这项政策同样在年轻人中引发反感，毕竟工作机会本就紧张。延迟退休意味着岗位空缺减少，同时自己将来也要更晚才能退休享福。有人戏言，我们这代人恐怕得工作到走不动为止，退休遥遥无期。虽是调侃，却道出心酸。还有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议也曾出现过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有所谓专家提出机器人也要交社保的想法，理由是未来机器取代了人力，导致人类劳动者减少，那就应该让机器承担起缴费义务。此言一出，引发群嘲。机器人没有收入，最后不还是变相让企业掏钱吗？大家调侃地说，这是一招干脆把吸血管插在企业身上的骑士精神啊！尽管这种极端建议不可能立刻成真，但从侧面反映出决策层为填补社保缺口已经绞尽脑汁。当正常人都快榨不出油水时，连机器也不放过，足见问题的严峻。那么，这场社保风波会走向何方？有悲观者预测，9月1日之后会迎来新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，失业率攀升，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政策时机不当，在经济不景气、民生艰难的档口强推，只会加剧社会阵痛。甚至有人担心，若大量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信心，认定自己只是被当作提款机，却享受不到应有保障，长远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，包括对政府公信力的冲击和潜在的动荡。历史上，每当朝代末期财政困窘，往往就会加重对平民的剥取，引发民怨沸腾。当然，以上是比较极端的前景。也有观点认为，新规虽严，但执行中未必一刀切。或许一些地方政府仍会采取变通，比如默许企业通过缩减工时把员工挂名为兼职，或者以合伙人名义合作等方式变相逃避部分社保支出。毕竟真要严格查处每一家小店，执法成本和社会风险都很高，因此新规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，还需要观察。无论如何，社保强制征收背后的秘密已经被公众热烈讨论，它揭示出中国社保制度中长久存在的深层矛盾资金缺口、代际不平、体制内外的鸿沟，以及经济转型期的阵痛。表面上，它是为了养你一辈子，给你老有所养的保障，但不少人担心，在现行模式下，它更像是在榨干你的血汗，去填补一个无底洞。在这场博弈中，年轻的一代希望看到的是更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制度改革，而不仅仅是被要求无条件的奉献。社保本意是美好的，年老时不至于无依无靠，但要让大众相信养你真能实现，政府需要拿出诚意，解决制度不公和财政黑洞。否则，强制缴费或许能暂时缓解燃眉之急，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安和怨气。最后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若干年后，当今天被榨干的年轻人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是否真的能安享由自己缴纳的这份养老金？还是说，他们不过是替上一代人偿付债务，最终自己的晚景反而更加凄凉，养你还是榨干你？这并非一句噱头，而是一代人对未来发出的困惑与叩问。希望这个问题终有一天能有个令人安心的答案。